同时，在这牢房内，周老魔眼看白小纯居然进来了，也是一愣，但很快就舔着嘴唇看向白小纯时，露出发黄的牙齿，嘴边还有口水流出。没想到你这小娃娃还有些胆量，不就是看到老夫修为被封印吗？不过看在你这么有胆量的份上，只要你让我吃你一条手臂，我就告诉你一点关于老夫宝藏的线索。怎么样？一条手臂，一点线索？若是让老夫将你四肢都吃掉，我就告诉你4个线索。周老魔大笑起来，哪怕修为被封印，可他依旧不逊，根本就不将白小纯放在眼中。他清楚的知道，这些人不敢杀了自己，最多是严刑罢了。我不想知道宝藏了。白小纯一瞪眼，他觉得这周老魔之前羞辱了自己，此刻哼了一声，右手抬起一排储物袋，立刻手中就出现了一枚丹药，正是那发情丹。听到白小纯的话语，周老魔一愣，在看到丹药后，他更是双眼一缩，但很快就轻蔑起来。形丹，有点意思，希望你一会还能觉得有意思。白小纯神色傲然，右手猛地一弹，顿时这发情丹就呼啸而出，速度之快，周老魔修为被封印，根本就无法闪躲，哪怕他闭着嘴，也都砰的一声被这发情丹直接撞破了嘴唇与牙齿，强行的灌入喉中，在其体内瞬间融化。老魔头，曾经有人在白某的酷刑下坚持了2个时辰，这已经是极限了，希望你能破了他的记录，坚持的时间更长一些。白小纯抬起下巴，小袖一甩，淡淡开口。此刻牢笼外的第9小队众人，他们看不到骷髅头内的画面，能看到的只是一片漆黑的雾气，这雾气浓密，就算他们用灵石去查看，也都一片模糊。这白浩在干什么？这样独自和众犯在一起，还用法物遮盖，莫非是有什么图谋？不对劲！渐渐的，那些狱卒一个个都交头接耳，有人不屑，有的皱眉，就连队长也都疑惑起来，觉得自己之前或许是有些鲁莽了。我之前就和你们说了。此人赵峰冷笑，双臂抱在胸前，看向牢笼石目中依旧带着轻蔑，话语刚说了一半，还没等完全说完，可就在这时，突然的一声带着疯狂的咆哮，猛然间就从那被黑雾笼罩的牢笼内骤然传出。这咆哮声让众人内心一震，这声音一听就是周老魔发出的，仿佛是压抑到了极致，无法去释放，只能通过嘶吼去发泄。怎么回事？众人立刻就看了过去，一个个神色变化，充满了惊疑。这声音实在古怪，他们之前对周老魔用刑数日，对方虽也有惨叫，可却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的压抑般的咆哮。可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这咆哮声就越发的强烈起来，到了最后几乎是连在了一起，如歇斯底里一般，透出无尽的疯狂，甚至还有嘶吼传出。你给我吃了什么啊？该死的，该死的，放我出去！嘶吼声夹杂在咆哮里，那声音凄厉的都变调了，听得外面众人一个个都开始毛骨悚然。第9队的那些狱卒一个个大眼瞪小眼，要知道这数日在他们的拷问下，周老魔从来没这样过，可眼下那声音里似乎透着求饶之意。白浩他干了什么？众人纷纷吸气，队长也都内心一震，一旁的赵峰此刻神色不断变化，甚至就连不远处围绕在这里的那些灰袍犯人也都一个个猛地睁大了眼，被这周老魔的嘶吼震撼。这咆哮与嘶吼没有坚持多久，在众人内心震动还未平复时，渐渐被凄厉的惨叫所取代。那惨叫声惊天动地，似蕴含了无法想象的折磨，痛入骨髓，足以让所有听到之人都内心震恐。即便是第9小队的众人，他们身为狱卒，听到的惨叫太多，也都没有如眼下这样，那声音的凄惨绝望，给人一种很强烈的仿佛生不如死的感觉，他们也都听得骨寒毛竖。这声音是压抑到了极致，可却无法爆发，从而形成的疯狂天啊！白浩他是怎么做到的，能让周老魔这里发出如此声音？这刑法已经算是成功了大半，没有人能在这样的压抑与无法爆发中坚持太久，众人震撼不已。队长那里也都气息急促起来，一旁的赵峰则是身体微微颤抖。他身为鞭手，知道鞭手的境界里，这种能让人压抑中却无法爆发，可以说是非常难的一种手段。难道他也是鞭手？不可能！赵峰目中还是露出一丝不甘心，他觉得那周老魔非同寻常，或许可以在这压抑中坚持下来。此刻，周老魔的惨叫声越发的尖锐，带着癫狂，带着无法形容的痛苦，甚至让四周其他的牢笼内的那些犯人也都吃惊的看去。这周老魔骨头很硬，可现在居然这样方才进去的那个小娃娃，他是谁？整个过程也就是大半个时辰左右，牢笼内就传出了周老魔的哀嚎求饶。我说，我什么都说，我告诉你，宝藏闭嘴！你家白爷爷不想知道宝藏，白爷，我错了，真的错了，你放过我吧！从牢笼内传出的对话，让外界众人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这次没有人议论了，所有的目光都凝聚在那牢笼中，他们无法想象，那周老魔到底承受了什么样的折磨，居然都求饶了。可偏偏那白浩竟心狠手辣到了根本就无视的程度，似乎这白浩的乐趣不是为了答案，而是享受逼问的这个过程。这一幕让众人心惊肉跳的同时，也都不寒而栗，
尤其是周老魔的惨叫声，在求饶中又持续了半炷香，直至慢慢的都虚弱的开始消散后，那牢笼的雾气也在翻滚中散去。白小纯的身影此刻背着手，下巴微扬，表情淡然，目中却透出得意，一步步走出。随着走出，一股傲然之意从他身上开始显现。他的走出立刻就吸引了四周所有人的目光，狱卒也好，那些灰袍犯人也罢，还有四周其他牢笼内的重犯，此刻一个个都猛地看去。白小纯衣着如常，看起来与刚进去时没有丝毫变化。很快的，这些人就猛地转而看向牢笼，在看清了牢笼内的瞬间，阵阵惊呼，失声而起。天呐，他是周老魔！这白浩，他到底对着周老魔做了什么事情？牢笼内，周老魔原本高大的身躯，此刻几乎都要干枯了，仿佛是有一股内火在其体内燃烧，将他的生命以及灵魂都焚烧了大半，掠走了生命之火。他整个人都蔫了，蹲在角落里，全身不停颤抖，而他的身上则充满了抓痕，甚至有很多地方竟看到了白骨与内脏，且很明显的，那是他自己所抓。而他的眼睛此刻在看向白小纯背影时，露出的满是恐惧。说是恐惧，却很难去形容，仿佛他眼中的那白小纯是这世间最恐怖的凶神厉鬼。这种目光出现在周老魔的身上，是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更没有看到过的。那种恐惧似乎已经成为了周老魔的噩梦，深深的烙印在他的心神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只会越来越深，伴随终生永无休止。这一幕让众人一时间全部呼吸凝滞，与大摇大摆走出的白小纯比较，实在是反差太大。且这周老魔半个时辰前还嚣张无比，半个时辰后竟如此下场。这一切让四周众人，无论是狱卒还是犯人，在看向白小纯时都表情凝重，甚至露出敬畏。在这众人的敬畏中，白小纯傲然无比地走到队长的面前，他的手中还拿着一枚玉简，此刻一甩之下，这玉简直奔队长。他招了！白小纯感受到了四周人的目光，内心很是得意，轻咳一声，淡淡的开口，背着手，抬着下巴，带着一股高深莫测的气势走向远处。第9队的队长都傻眼了，呆呆地接过玉简后，看向白小纯的背影时如看神人。赵峰也在呼吸停滞了一下后，猛吸一口气，一晃之下靠近牢房，仔细地观察了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周老魔后，他的眼珠子都要爆出来，身体一阵强烈的颤抖。没有任何刑法的痕迹，压抑中却无法爆发的嘶吼咆哮，明明已经招了，可却直接拒绝，给犯人造成一种仿佛这折磨不会停止的错觉。而他自身则是给人感觉好似沉浸在这刑责中享受之感天啊！这是鞭手的最高境界，这白浩，他是鞭手不对，他是鞭手中的佼佼者。他是黑鞭赵峰，猛地抬头望着白小纯的背影，在这激动的颤抖中，他的双目内露出狂热。他虽之前看白小纯不顺眼，可眼下这一幕让他颠覆了自己的思绪。他身为鞭手，对于白小纯的手段，此刻佩服到了极致，那目中的狂热更强烈起来。白兄，等等我！赵峰激动，直奔白小纯而去。第9队其他的狱卒也都一个个看向白小纯时，都带着崇敬了。一想到白小纯居然连周老魔的口都可以撬开，不但他们第9队会名气大涨，甚至还有宝藏可分，他们就立刻对白小纯态度逆转。就连队长也都在急促的呼吸后，双眼冒光了。他深刻的知道，一个这样的鞭手对于第9小队而言意味着什么，于是也立刻就追了上去，簇拥着白小纯。四周那些灰袍犯人以及牢笼内的重犯，看着被那些狱卒簇拥着的白小纯，又看了看蜷缩在那里的周老魔，都内心寒战连连，一个个在心底不停地告诫自己，绝对不去招惹那个鞭手。这种鞭手几乎是所有犯人的噩梦。随着白小纯昂首挺胸的阔步走远，他身后第9小队的所有狱卒，包括队长，都一个个狂热地追来，簇拥在白小纯身边。在看向白小纯时，他们的目中都带着不可思议、崇拜与敬畏。在这片天地内，强者为尊，这已经是法则之一了。而在这魔牢中，除了这个法则外，还有一条，那就是尊敬鞭手。鞭手代表着财富，代表着地位，尤其是在这牢狱中更是如此。如赵峰，只是第9小队的鞭手，就在之前受到其他人的追捧，哪怕队长也都对他很客气。至于其他小队的鞭手，也大都如此。眼下，在别人看来，白小纯已经显露出了他不俗的鞭手潜质，就连赵峰也都心服口服，其他人自然也都狂热起来。白兄果然是高人，哈哈！白兄，之前我们有些小误会，这些都不说了，从此之后我们就是兄弟。白兄，你有这种鞭手之力，在这魔牢内足以笑傲9天了。我们第9小队发达了，有白兄在，以后大家每个人的好处都太大了。众人都激动的纷纷开口，赵峰更是一扫之前的敌视，此刻看向白小纯时露出崇敬。他对于白小纯的手段因其神秘，所以更是敬畏。白小纯也没想到，自己只不过撬开了周老魔的嘴而已，居然被众人如此追捧。他此刻全身都轻飘飘的，内心更是美滋滋的感慨，再一次发自内心的觉得自己果然是个优秀的人物，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因自己如珠宝一样无法被掩盖，只能无奈的去闪闪发光。
太优秀了，怎么能这么优秀呢？我太佩服我自己了。白小纯干咳一声，陶醉一番。不过他为人圆滑，善于与人打交道，很快就与众人笑谈在了一起。这点小事不算什么，以后白某有的就有大家的，我们第9小队就是一家人嘛。我们是兄弟。白小纯一拍胸口，发出砰砰的声音，一路满面春风的与第9小队离开了牢狱。当天，队长就安排了狱卒外出，按照周老魔招出的口供，找到了他藏在巨鬼城外的洞府，全城都有术法留影，将其内周老魔这一生的财富都取出后，回到了魔牢。很快的，第9小队就开了一次内部会议。这10多人在队长的房间内，在彼此分了周老魔的宝藏后，笑声不断。白小纯这里分的最多，他看着队长递给自己的一座魂塔，还有那魂塔内的惊人数量的冤魂，以及摆在自己面前的上千中品魂药，就算是白小纯，也都深深的吸了口气，双目冒光。这周老魔这么富有，白小纯内心震动时，队长高兴的袖子一甩，拿出了一坛坛美酒。诸位，这一切都是白浩兄弟的功劳。来来来，我们敬白浩兄弟一杯。队长哈哈一笑，拿起酒坛，大声开口。其他狱卒也都笑着起身，纷纷向白小纯敬酒。他们这一次分赃，每个人都算是大大的发了一笔。此刻看向白小纯时，越看眼睛越亮，如同看到了无数个宝藏。兄弟，我刚来魔牢，之前不懂规矩，有什么做的不到的地方，诸位兄弟不要介意啊。白小纯一撸袖子，拿起一坛酒。外面有一些对我的传言，这些事情说来苦涩，不提也罢。总之，我白浩来到了这里，此地就是我的家了。希望我这些微薄之力，可以为大家塑造更美好的明天。我先喝为敬。白小纯内心自得，觉得自己这番话语说得太好了，这样的话语屡试不爽。此刻将酒坛端起，大口喝下。他那白白净净，看起来似有些文弱的外表，配合此刻豪迈的举动，形成的反差，立刻让众人都忍不住喝彩，笑声立刻回荡开来。这第9小队的众人，一个个也都将酒坛的酒纷纷喝下。当彼此都放下酒坛时，一个个目光看去后，似乎一下子彼此的关系就融洽起来，似乎接纳了白小纯，使得白小纯这里与众人很快就融在了一起。彼此大笑中，都开始称兄道弟了。第9小队的队长也是这般，他笑着拍在白小纯的肩膀上。以前大家对你不冷不热，那是因为传言里你这人心狠手辣，六亲不认。可现在看来，传言不准。白浩兄弟分明是我辈中人，就这边手的前置。白浩，你来魔牢算是来对了。什么狗屁白家，以后你在这里，白家若是敢找来，兄弟们不同意。队长话语一出，其他人也都笑声再起，纷纷应声。赵峰也拿着酒坛到了白小纯的面前，深深一拜，神色很是诚恳。白小纯立刻感动，觉得全身热乎乎的，看着四周众人，他索性将外套脱了，踏在一个酒坛上，豪言开口：谢谢诸位哥哥，从此之后你们就是我的哥哥了。白兄，之前是赵某错了，这一坛我喝了。赵峰抬起酒坛，一口气喝下后，再次向着白小纯一拜。第9小队的鞭手赵某无言继续担任，还请白兄成为我第9小队的鞭手。赵峰话语一出，其他狱卒也都一个个站起，向着白小纯诚心开口：是啊，白浩兄弟，你来当我们第9小队的鞭手吧。以白浩兄弟的鞭手前置，必定名扬魔牢。就连队长也都一脸诚恳的开口后，白小纯心底乐得屁颠屁颠的，感慨自己实在是太受欢迎后，他也开口问询关于这鞭手的事情。因魔牢内的犯人大都无法被搜魂，所以就有了鞭手这个行当，那是专门审问重犯之人的一种称呼。能成为鞭手，就说明在审问上有常人无法比拟之处。我魔牢中4大区有4大鞭手，任何一个都地位尊高，仅次于牢头。他们被尊称为黑鞭，意思就是心都黑了的鞭手。在这4大黑鞭下，4大区的每一个小队都有各自的鞭手。不过那周老魔很是嘴硬，我丁区几乎所有鞭手在他那里都失败了，甚至就连第1小队的黑鞭也都败北。可白浩兄弟竟能成功，白浩兄弟，你有黑鞭的潜质啊！赵峰深吸口气，向着白小纯赞叹道。白小纯眨着双眼，他没想到在这魔牢内居然还有这些说法，尤其是想到一个周老魔都可以带给自己这么多的冤魂后，白小纯有些心动了。我现在没有最后一个天人魂，修行算是止步，想要保障自己的小命，只有去从法宝上努力了。如此一来，炼火才是重点，也就需要数量磅礴的魂。白小纯想到这里，咳嗽一声，大手挥舞。既然大家都这么说，也罢，白某就当这个鞭手了。白小纯话语一出，四周狱卒纷纷振奋起来，一个个都拿着酒坛，再次向他敬酒，对白小纯更为热情。甚至还有人提议要再去牢狱里找那些平日里嘴硬、始终没有说出财富的犯人去审问一番。有白兄弟在，我们就发达了。白兄弟，在我们丁区里，如今还存在了上百个始终没人能撬开口的鸡年陈犯。没错，这上百个陈犯，他们每个人都有秘密。我们若是能撬开他们的口，任何一个收获都不比周老魔少啊！有人提议后，其他狱卒也都心动，纷纷看向白小纯，就连队长也都振奋激动，期待地望着白小纯，一拍胸口：白兄弟，我可以去与第10队的队长沟通一下，把他们这一次的巡逻让给我们。
眼看众人都一脸期待，白小纯精神抖擞，那种自己突然变得如此重要的感觉，让他心里很是惬意。此刻傲然地抬起下巴，大声开口：“行，诸位哥哥既然都这么说了，咱们现在就走。我就不信了，还有我撬不开的口。”他话语一出，众人立刻都非常激动，神情中满是期待。队长更是哈哈一笑，赶紧飞奔去了第10队所在的住所。很快回来时，他大袖一甩：“第10队的巡逻让给我们了。”在这第9小队的振奋中，一行人重新杀回牢狱内。刚一进去，那些协助看守重犯的灰袍犯人们，刚刚从白小纯拷问周老魔的事情中恢复过来，此刻猛地又看到了第9小队以及白小纯，一个个顿时就睁大眼，吸了口气。天哪，那黑边又来了！这些灰袍犯人胆颤心惊，赶紧来拜见。可这一次，第9小队已经没心思在他们身上了。一群人簇拥着白小纯，直奔那积年陈犯所在的牢笼而去。一路上，白小纯趾高气昂，背着手，所过之处，那些灰袍犯人都紧张的不得了。很快的，在白小纯的前方就出现了一处牢房。白兄弟，这徐老魔可是在甲子岁月前就名震8方的强者，一身元婴修为，很是惊人不说，更是因炼制法器，残忍地剖开了99999个孕妇，生取紫河车，令人发指。队长在一旁狠狠开口。白小纯目光扫去，立刻看到这牢房内关押着一个老者。这老者平静无比，盘膝打坐，只是在看向白小纯时，那目中露出的冷漠，仿佛对一切生命都没有太多的在意。已经好久没有人想要尝试撬开老夫的口了，也好，就陪你们玩一玩。老者声音冰冷，如寒风吹过。看着徐老魔，哪怕第9队的狱卒对白小纯有信心，但此刻也都迟疑了一下。实在是这徐老魔名气太大，就连当年钉区的黑边都在他面前频频杀语，用尽手段，无法问出丝毫。这可是徐老魔，我看这第9队的边手如何去问灰袍犯人里，也有几个低头内心暗道，他们虽敬畏白小纯，可却对徐老魔这里充满了信心。就在这众人思绪各自不同时，白小纯目光在那徐老魔身上打量一番，迈步一晃，直接踏入牢房内。很快的，雾气再起，时间不长，与周老魔一样，那种压抑到了极致的咆哮顿时传出。这声音一出，第9小队的狱卒立刻就精神一振，四周那些灰袍犯人也都内心咯噔一下，再次吸气。连徐老魔也都这样不能啊，那可是徐老魔啊，就连钉区的黑边也都无法撬开他的口啊。也就是大半个时辰，那咆哮成为了惨叫，最终化作了求饶。那一声声凄厉，让外界众人听得头皮发麻不说，附近牢房内的重犯们也都心惊肉跳，为之骇恐。直至白小纯走出后，他神色傲然依旧，手中拿着一枚玉简。他招了，下一个在哪里？赵峰身体激动颤抖，队长兴奋无比。其他狱卒看向白小纯时，如看神人一样，一个个开心的上前簇拥白小纯去了下一处。就这样，一处、2处、3处，3天的时间，白小纯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没有丝毫的耽搁，在这钉区的牢狱内横扫了13个积年陈犯。这些人坚持时间最长的达到了2个时辰，可无论是谁，最终也都无法继续闭嘴。在白小纯的拷问下，纷纷说出了内心的秘密。白小纯也渐渐觉得此事对自己好处极大。他发现这些人不但都拥有积蓄，同时每个陈犯都知道一些别人不知晓的秘密，而这些秘密他们从来没有说出过。可如今在白小纯的手段下，一个个都说了出来。刚开始白小纯还没觉得什么，可听的秘密多了后，他的双眼也有了明亮的光芒。且他也对这魔牢产生了一些兴趣，因为在这拷问下，他发现这里的每一个犯人竟的确都是犯下了令人发指之事，的确该杀。这么看来，那具鬼王似乎很英明。白小纯心下有所思索。与此同时，整个第9小队都激动得有些麻木了。他们看着白小纯那无往不利的拷问，看着队长手中的一枚枚玉简，一个个双眼的光芒都璀璨无边。每一枚玉简都代表了一笔财富，一想到自己等人日后的生活，他们对白小纯这里已经是彻底崇敬了。相比于他们，四周的那些灰袍犯人哆嗦不断，看向白小纯的目光里，恐惧敬畏到了极致。在这震撼与崇敬中，甚至队长都狠狠地一咬牙，不惜付出一定的代价，外出与其他小队的队长沟通后，不知怎么谈的，最终居然换来了第9小队单独巡逻1个月的资格。当听到这个消息后，第9小队的众人立刻雀跃欢呼，而那些灰袍犯人以及牢笼内的重犯却全都是面色大变。时间流逝，1个月过去。这1个月里，白小纯在产生了兴趣后，几乎横扫了钉区牢狱，那上百个积年陈犯几乎被他挨个的走了一遍。而每一次的审问，从牢笼内传出的咆哮与凄厉的惨叫，都让所有人心神颤抖，恐惧之意每天都在增加。尤其是看不到具体的过程，所以那恐怖的感觉更为强烈。最重要的是，每一次白小纯审问完走出时，他身后牢笼内的犯人，不管之前是多么的凶残，多么的桀骜不驯，可最终都如变了个人似的，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甚至如留下了无法被抹去的烙印，
以至于过去几天后，白小纯从他们牢房路过时，他们也都如受惊的兔子，哆嗦不断。这一切使得第9小队狂喜的同时，也让白小纯的名气在这丁区牢狱内攀升到了巅峰。几乎所有人看向他的目光里都带着恐惧与颤抖，而白小纯的兴趣也越来越大了。他的兴趣不是去用发情单逼问，而是这些重犯内心的秘密。这些秘密太多了，大都是关于蛮荒的，还有一些是关于巨鬼城的。在白小纯这1个月的努力下，他发现自己知道的秘密实在是太多了。1个月后，当第9小队离去时，牢狱内的所有犯人都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这1个月，他们觉得度日如年。白小纯带给他们的恐怖如同噩梦，哪怕是没被逼问的，也是恐惧深重。可相反的，第9小队这一次真正的发达了。随着一笔笔财富被取出，随着众人不断的分赃，此事轰动了其他9个小队，这9个小队也能从中分到一小部分，这是第9队巡逻1个月的代价。看着分到手的那些财富，丁区的其他小队在这震撼的同时，也大都打探到了原因，知道了白小纯这里的黑边身份，他们的内心如有天雷划过。什么？1个月将那上百个积年陈犯都撬开了口？这不可能，该死！难怪那第9队要代替我们巡逻，那白浩居然有黑边的手段。若这一切是真，那么他绝对不是一般的黑边。要知道我们丁区的黑边也都做不到这一点啊！在这震撼中，随着其他小队不断的打探消息，很快的，当所有一切都被证实后，众人立刻就压抑不住的沸腾了，眼红第9小队的多了去了。就连丁区的牢头孙鹏得到确切消息后，也都被狠狠的镇住了。1个月的时间，将上百个积年的重犯全部撬开了口。孙鹏吸了口气，看着第9队的队长送上来的那些魂药以及一件件法宝后，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这一切。直至半晌后，孙鹏才长长的呼出一口气。这白浩果然是心狠手辣、六亲不认之辈，他作为黑边，倒也的确是极为适合。一想到自己的丁区这一次必定可以在典狱长李旭面前大放光彩、出尽风头，孙鹏也都振奋，索性大袖一甩，直接下了一道命令，给白小纯可随时进出牢狱的资格，方便他随时去询问重犯丁区牢狱。其他小队需轮流巡逻，1个月能进去3天，可对于白浩则没有这个限制，他可随意进出。这种特殊的待遇，若是换了其他时候，必定有人不同意。可眼下白小纯干出的事情实在是太吓人了，一时之间居然没有任何一人反对此事。这1个月对第9小队的其他人来说是丰收的1个月，他们几乎什么都没做，只是跟着白小纯就获得了不菲的财富。要知道，这上百个重犯的财富之大，已经无法形容了。就算这些狱卒每一份拿的不多，可累积在一起，也都让人眼热到发疯。也难怪获得了1半的孙鹏如此振奋地给予白小纯那种特殊权利。同样的，白小纯这里他的收获从表面上看仅次于孙鹏，但实际上以他的性格，岂能没有保留他？早就暗中通知了周逸星与李峰2人，让他们去搜刮一番。此事魔牢内的众人大都能猜到，可这本身也是规则之一，只要白小纯不是太过分，没有人会去找一个黑边的麻烦。且白小纯很会做人，无论是言行还是那种大方的程度，都让人很舒服，也就没人太去较真。而这些还不算是白小纯最大的收获，他最大的收获是那上百个积年陈犯的秘密。这些秘密虽不是积蓄，可却包罗万象。曾经的巨鬼城有5大家族，可有2大家族一夜之间4被巨鬼吞噬，灭了满门巨鬼王的修为，看似半神，可传说中似乎因其功法有致命的缺陷。10大侯中有人欲被判巨鬼王。白小纯目光闪动，这些只是他获得的秘密的一部分而已，还有太多的隐秘之事，让白小纯的好奇心也都大了一些。没想到啊，牢狱内居然有这种收获。白小纯乐呵呵的低头拿出自己的水晶魂塔，双眼冒光。这里面的冤魂数量之多，是他来到蛮荒后最大的一次收获了。13色火，在我脑海里也都推演的差不多了。白小纯精神一振，打算尝试炼制13色火。只是他看了看居所后，此地太小，不适合炼制，且若是失控，影响很大。沉吟一番，白小纯立刻走出屋舍，直奔中心牢狱大门而去。一路上，其他小队的狱卒在看到白小纯后都很是客气，远远的就打招呼。白小纯含笑，享受这种被人重视的感觉，一一回应后，到了牢狱门前，一步踏入。出现时已到了牢狱内，不去理会他的到来引起的那些灰袍犯人以及重犯的心悸。白小纯记得自己之前在这里的1个月，走了很多地方，此地也存在了一些空旷的区域。此刻展开全速，疾驰而去。不多时，就一路呼啸的到了丁区牢狱的尽头。找到了一片空旷的区域后，他立刻布置了层层禁制，这才盘膝坐下，深吸口气，平稳呼吸，在脑海里重温了一下13火的炼制后，掐诀意志魂塔。顿时，这魂塔内就飞出大量的冤魂，铺天盖地，四散八方时，白小纯目露凝重，挥手间，他的手中出现了一团12色火。这13色火，我当初离开白家时就在研究，白浩的笔记给了我触动，
又经过这段日子脑海里的摸索推演，此刻我有80%把握可以成功，就算是失败也没关系，找到原因，调整炼制后一定可以成功。白小纯没有迟疑，立刻就掐诀一指12色火，顿时火海散开，吞噬四周的冤魂。那吞噬看似很快，可任何一个环节都是白小纯在脑海里计算了无数次的结果。随着时间流逝，当四周的魂都被吞噬融合后，这12色火渐渐似要出现新的颜色。可就在这时，却猛地不稳起来，任凭白小纯如何去调整都没用。虽没有崩溃爆开，可却逐渐的熄灭了。白小纯眉头微微皱起，思索片刻后，再次尝试。1天、2天、3天，很快的就过去了半个月。白小纯已尝试了数十次炼制，每一次失败后，他都仔细的思索原因，再次炼制。渐渐的，他对于是13色火的把握也缓缓提高。直至半个月后的这一天，白小纯在思索中猛地抬头，他双目内满是血丝，可精神却是极好。此刻呼吸一顿，目中带着期待。最后一个问题也都被我化解了，这一次一定可以成功。白小纯大袖一甩，魂塔内再次飞出大量冤魂，还没等飞远，立刻就被一团白小纯炼制出的12色火笼罩，燃烧融合中。白小纯全神贯注，甚至身体都出现了重叠虚影，使得灵识暴增。不断的操控下，渐渐的，这团12色火出现了第13种颜色。在这颜色出现的瞬间，一声轰鸣震天而起，火焰的炙热更是比之前暴增数十倍还要多，扩散八方，使得此地仿佛成为了火焰的风暴。远处始终观望这里的那些犯人，一个个都心惊肉跳，不敢靠近丝毫。就连靠近这里的一些骷髅头内的重犯，也都有不少骇然的看去。他们因距离白小纯不是特别远，所以能看到不出奇。可在这一瞬时，距离白小纯这里有些范围的牢狱区域中，有一处牢房内盘膝坐在那里的老者，此刻缓缓抬头，他脸上有一块红色的胎记，此刻目中有光芒一闪。这一幕若是有狱卒在这里，必定大吃一惊。要知道，但凡是关押在牢房内的重犯，他们的修为都被封印了，不可能再有修为之力。可眼下，那老者居然能察觉白小纯这里的13色火，这里面的古怪很大。这老者正是当日白小纯第一次进来魔牢时，被第9队队长随意一指的那位，据说当年得罪了巨鬼王，被关在这里200多年，脸上有红色胎记的老头。他此刻目光只是一闪，就重新闭上了眼，继续打坐。似乎13色火对他来说，只能是让他多看一眼而已。这一切，白小纯不知晓。他眼下气息缓慢，小心翼翼地握住手掌。随着他的举动，这四周的火海传来轰轰声，不断的如压缩一般，最终出现在白小纯手掌上时，成为了一团完整的13色火。成功了！白小纯哈哈大笑，双目中闪露神采。通过白浩的笔记，白小纯已经判断出13色火实际上与14色火之间差距不是特别大，还算是同一个境界。唯有15色火才是分界线一般的沟壑，一旦炼制出15色火，顿时就可以从黄品攀升到玄品。而玄品炼魂师，那已经有资格可以成为一个炼魂家族的底蕴与根本了。毕竟魂修想要从元婴大圆满突破，踏入天人，需要的最低标准就是炼灵15次的物品，通过这物品去感悟天地，获得那万中之一的可能，成功的踏入天人合一的境界中。14色火，我如今也有几分把握。白小纯目光坚定，再次炼制，向着14色火尝试起来。又过去了半个月，白小纯散乱着头发，整个人已快要疯魔。他的炼制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这半个月来的失败，使得他的14色火的把握也突飞猛进。最多再有5次，我就一定可以成功。白小纯红着眼，一拍魂塔，立刻就有冤魂飞出。可很快的，白小纯就皱起眉头，他发现飞出的魂太少了，仔细一看，不由得傻眼，没了。白小纯愣了，他记得自己之前有好多魂，此刻呆了半晌后，他不由得苦笑起来，知道自己这1个月的耗费实在是太大了。一不留神，没忍住，白小纯满脸懊丧，叹了口气，内心有些着急，不由得想到了当年在长城时自己祭献的那些魂，可惜了，当年我将那些冤魂交给了长城，换了战功，一想到自己当初干的傻事，白小纯就老后悔了。这丁区的那些积年陈犯，差不多都被我撬开口了。不过周一星那边，按照我给他的那些信息，应该也收获了一些。也罢，我就外出一趟，除了周一星那边，看看能不能采购一些冤魂回来。白小纯心底思量着，他虽冤魂没了，可储物袋内的魂药还有不少，而且这具鬼城我也没好好的溜达溜达，到处逛逛。想到这里，白小纯起身一晃，化作长虹远去，离开了牢狱后，他拿着狱卒的身份令牌离开了魔牢。从那石龟的左眼飞出后，随着身份令牌的光芒散开，四周的黑水也都被隔离在外。白小纯一路向上，很快的就径直冲出水面。此刻正值晌午，整个巨鬼城颇为热闹，在这护城河外也有不少人群。水面的轰鸣声引起了不少魂修的注意，在看到了从那水面内飞出的白小纯后，众人一愣，但很快就意识到了白小纯的身份。毕竟能在这护城河内出现的，通常都是魔牢中人士魔牢的人。魔牢对于巨鬼城的绝大多数魂修而言，是一个极其恐怖的地方。
此刻一个个都收敛声息，赶紧挪开目光。甚至白小纯这里从护城河内飞出时，远处天空上还有一队侍卫巡逻而来，瞬间这些侍卫的目光就扫向白小纯，可显然是看出了白小纯的身份，不愿去招惹魔牢，于是装作没看到的样子离开了。魔牢的人这么有地位啊！白小纯很是惊奇，他以前虽听说过关于魔牢的很多传闻，可如今身为魔牢狱卒，亲自体验感受更为强烈。这么看来，成为狱卒也不错嘛。白小纯干咳一声，走在巨鬼城的街头，一边给周一星传音让他来见自己，一边则是四下打量，寻找能换冤魂的店铺。周一星也在巨鬼城，只不过距离白小纯这里有些远，在这巨鬼城又不能飞行，此刻正从那里赶来。白小纯等待之余，在这街头闲逛中，也看到了几家售卖冤魂的店铺。这些店铺有大有小，大的很是奢华，小的也极为精致。只是当白小纯进去问询后，却郁闷地发现，这些店铺内的魂居然很是紧缺的样子，虽开着店，可却只收不卖。一连走了7、8家，竟都是如此，这就让白小纯觉得奇怪了。怎么回事？这些专门售卖冤魂的店铺居然没魂？白小纯有些着急了，他外出就是为了买魂，于是去了另一条街道，连续又去了7、8家后，依然还是无魂可买。白小纯震惊之下有些急了，一把抓住一间还算较大的店铺中的伙计，问了起来：“怎么都没有魂？这是怎么回事？”谁知道怎么回事？没魂了？你抓我干什么？难不成还要练我成魂？那伙计向着白小纯一瞪眼，他在巨鬼城多年，早就练就出了一副自认为的火眼金睛，平日里一扫就可判断出客人的身份。此刻看向白小纯，又听到了他的问题，立刻明白这是个外来者。对于这样的外来者，他自然不在乎。此刻眼睛瞪着，刚要继续呵斥，白小纯也被对方的态度弄得有了脾气，也瞪起了眼，想着就连巡逻的侍卫看到自己从护城河里飞出来，在空中停留一会儿都不愿招惹的样子，于是将身上的魔牢狱卒的令牌取出。你有胆再说一句！白小纯将这令牌放在这伙计的额头前，怒声喝道。那伙计本有些不耐烦，可看到白小纯将魔牢的身份令牌取出，甚至都快贴到自己脑门上了，仔细的辨认后，顿时他就倒吸一口凉气，头皮一炸，整个人哆嗦了一下，脸上立刻就堆积出笑容。大人见谅，如今这整个巨鬼城怕是没有几家店铺还有魂了，都被买走了。这伙计常年在巨鬼城，深刻的知道哪些人自己不能得罪，其中这不能得罪的范畴中，魔牢狱卒就在其列。实在是魔牢传闻中，那是一个让鬼神都要颤抖的地方。传说中里面的狱卒一个个都是凶神恶煞，尤其是里面的鞭手，更是手段残酷。都买走了？白小纯气稍顺，随即皱起眉头。是啊，三大家族这几年都在大范围的收魂，据说是为了冥河继承人做准备。大人如果急需的话，我家店里还有一些残留，数量不多。伙计不愿得罪魔牢之人，连忙开口。想到自己之前言辞得罪，他内心叫苦，赶紧向着白小纯抱拳，后退到了内堂，准备把店里残存的那些魂取来，尽早将这魔牢的人打发走。太霸道了，为了什么明皇继承人，居然把魂都买空了。白小纯心下郁闷，他没想到一个明皇继承人的事情，原本距离自己很遥远，可如今却影响到了自己。一想到自己以后炼火需要大量的魂，可若是在巨鬼城内买不到的话，那么自己日后炼火将很是困难。这可怎么办？这三大家族太过分了，我当初在白家时应该多搜刮一些。白小纯叹了口气，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了周一星那里，琢磨着凭着自己的克扣，周一星如今的收获应该不少，且那上百个今年陈犯中有一些，他们是炼魂师，财富大都是魂。就在白小纯这里琢磨时，这店铺的伙计从后堂出来了，拿着一座魂塔，快步到了白小纯面前，点头哈腰，脸上带着笑容。大人，里面有10万分魂，就这些了，实在不多了。白小纯临时一扫，这些魂虽距离他所需的数量差距很远，可总比没有强，于是勉强点了点头，正要买下，可就在这时，忽然的从店铺外传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这些魂，本公子要了。”随着声音回荡，从这店铺外走进2个青年，这2人衣着华贵，似由某种灵蚕所吐丝线编织而成，隐隐间有宝光蕴含，甚至仔细一看，竟都被炼灵7次之多。要知道，在蛮荒，虽然炼灵较多，可实际上成功率与通天世界一样，炼灵次数越多，则失败的几率就越大。一旦失败，就是气毁。可以说，任何一件多次炼灵的法物，除非是特别逆天的运气，否则的话，必定都是用无数资源在失败多次后一点点堆积起来的。而这2人修为筑基大圆满，却有这种宝衣，明显与常人不大一样。且他们身后还跟着7、8个中年魂修，这7、8人大都也是筑基，可里面有2个魂修目中蕴含金芒，修为结丹，且似乎是仆从之辈，这就使得那2个青年立刻被凸显出来，显然非富即贵。白小纯也被这2人身上的衣服晃了眼睛，这时身旁传来丝丝的吸气声，他侧头看去时，
只见身边的那个伙计此刻脸色变幻，瞬间就浮现出了比刚才对白小纯还要殷勤的笑容，飞速的跑了过去。小的见过陈公子、蔡公子，这些魂蔡某要了。其中一个青年淡淡开口，进来后看都不看白小纯一眼。此刻虽语气平淡，可那是神色内的高高在上，很是明显。说着，他身后立刻就有一个仆从上前，很是傲然的取出一个储物袋，准备要拿走魂塔。白小纯看到这里，立刻就不干了。慢着，这些魂是我先买的。白小纯有些生气。那两个青年这才冷眼看了看白小纯，尽管看出白小纯修为结丹，可也没有去在乎，且显然更没有认出这白家的白号。2倍价值的魂药。那位蔡公子淡淡开口，说完没继续理会这里，与身边陈家的族少笑谈走出店铺，似对他而言这只是一件小事而已。白小纯顿时就有种被羞辱的感觉，尤其是看到一旁的伙计此刻偷眼看向自己，一副看热闹的神情后，白小纯觉得他们欺人太甚，忍不了了，于是大步上前，大吼一声：“我出3倍10倍！”店铺外，蔡家的那位嫡系族人头也不回，一种财大气粗之意随着这句话传出，格外强烈。他们2人是3大家族中陈家与蔡家的嫡系族人，这一次负责的就是持续性的购买巨鬼城内所有店铺的魂。这10万魂虽不多，可他们家族的族长给出的要求是尽可量的将所有魂都买来。白小纯怒意再起，那种被人生生的用财富打了脸的感觉让他很不服气，正要开口，可就在这时，突然的，白小纯的储物袋内的传音玉简急促的震动起来，在白小纯临时一扫下，周一星紧张中带着焦急的声音顿时在白小纯脑海里传出：“我在巨鬼城传送阵东侧，有人要杀我，要抢属于主子你的那些魂啊！主子救命！”白小纯一听到玉简内的传音，立刻眼珠子都红了起来。若周一星仅仅是说有人要杀他也就罢了，可居然说有人要抢魂。要知道此刻的白小纯，他对于魂的渴望已经非常强烈了，尤其是走了这一圈，发现所有铺子都不卖魂后，周一星那里已经算是白小纯最后的希望了。最多再尝试5次，我又把握炼制出14色火，这个时候谁抢我的魂，谁就是我的敌人啊！白小纯瞬间就怒了，没时间去理会这铺子里的陈、蔡2人，转身一晃，直接就冲出铺子，猛然飞出，直奔传送阵的方向。几乎在他飞出的同时，他就把魔牢的令牌挂在了身上。如此一来，虽巨鬼城净空，可那些巡逻之人一看到白小纯身上的令牌，知道他的身份，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般，装作没看到了。白小纯速度极快，且此地距离传送阵所在并非很远，也就是数10个呼吸的时间。在白小纯那惊人的速度下，他的身影化作一道长虹，临近传送阵所在之处。他的到来立刻就引起了此地不少人的震动，实在是白小纯所画的那道长虹如奔雷一般。与此同时，远远的白小纯也看到了在传送阵东侧的周一星正绝望的嘶吼，挣扎不断。在周一星附近有数10人，其中1人竟是当初被白小纯生擒的白家族长。不但这白家族长在，甚至蔡夫人也在，他们的身边跟随的都是白家族人，且还有2波魂修在一旁。从他们的衣着来看，似乎是3大家族的另外2家之人。此刻，那白家族长已然出手，形成了一片黑风，直接就笼罩在了周一星的四周，任凭周一星如何挣扎，都无法避开。白老贼，你敢！